美国白宫发布声明，宣布将向台湾提供价值约为3.45亿美元的所谓军事援助。这是拜登首次通过总统提款授权的框架向台湾地区提供军火。国台办发言人随后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强化与美军事勾连，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在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弹药库，加剧台海兵凶战危。美国白宫网站当地时间28号发布消息，宣布向台湾地区提供价值3.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当中包含装备、军事教育和培训。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9号对此答记者问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这一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陈斌华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势力花多少台湾老百姓的纳税钱，买多少美国武器，都动摇不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坚定意志，都抵挡不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实力。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28号也表示，美国应当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停止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加大力度打台湾牌，不断深化与台湾地区的军事勾连，执政2年半以11次对台军售，累计价值超过35亿美元。上一次军售是在6月29号，出售价值4.4亿美元的30毫米弹药和相关设备以及后勤支持。外界注意到，拜登政府最新宣布的对台军事援助方式与此前相比颇为特别，是其首次通过总统提款授权来向台湾提供军火。What makes this package so unique is that the U.S. is drawing on its own stockpiles, sending U.S. equipment straight to Taiwan, which allows this kind of machinery to move a lot faster instead of sending money to Taiwan to buy new weapons. This is a very similar strategy the U.S. has used with Ukraine. Now, we are told this package includes anti-armor and air defense systems.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通常情况下，美国总统只会在紧急状态下动用总统提款授权，绕过武器签约和生产等常规军售程序，从美国现有军火库存中提取相应武器，更快地提供给美国认为急需武器的对象。比如，自2021年8月起，拜登以40次动用这一授权向乌克兰提供军火，但动用该授权，军援处于非紧急状态的台湾地区实属罕见。美国广播公司认为，拜登政府大概率是受到了美国国会的施压。由于参众两院的一些反华议员不断鼓噪所谓对台军售交付延迟积压问题，美国上一届国会在2023年预算案中就同意动用总统提款授权向台湾提供价值10亿美元的武器援助，还授权向台湾提供每年20亿美元的军事融资赠款。岛内的台独势力和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在不断的去游说美国的政府和美国的国会，想要能够去加快流程。拜登政府选择了包括这个总统特别提款权的这样一种政策工具，还有可能会去采取包括转移所谓的国防超额物资等等其他的方式，包括这个所谓的对外军事融资，以各种各样的军事贷款等等方式对台去提供军援。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在所谓的对台加速军事交付、加强美台军事勾连的方面，那么拜登政府正在不断的试图去创新和丰富它的政策工具箱，以此来到来实现更好的一个军事上以台制华的一个目的。深圳卫视注意到，针对这项3.45亿美元军援的具体内容，白宫方面并没有公布。但正随美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澳大利亚的五角大楼发言人梅纳斯在宣布这项军援时透露，该方案包含的武器系统涉及关键防御设备和多领域感知、反装甲和防空能力。美联社则引述2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称，华盛顿预计将向台湾提供单兵便携式防空系统、枪支以及导弹等。另据路透社独家报道，这批军火预计将包括4架未携带武器的 MQ-9A 无人侦察机。有消息人士表示，这些无人机上面装备了部分只有美国空军才被允许使用的先进设备。目前，美国官员正在研究如何拆除。还有知情人士透露，谁来支付这些无人机的改装费用也是一个问题。因此 MQ-9A 是否最终被纳入军援清单仍不得而知。这可能性不高啦。你说给我们这个飞机不高？因为 MQ-9一架是1亿到1.5亿美元呢，那3.54
这样能干嘛？因为他本来就要在台湾建立弹药库嘛，所以我的印象是主要是弹药。弹药我讲的当然不是子弹啦啊，我讲的是火炮啦，那也许有标枪啦，或者是刺针啦之类的。不过就是说它库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匡宇向深圳卫视分析，不论是西方媒体此次剧透的军援清单，还是拜登政府此前10次对台军售，向台湾地区提供的武器装备都逐渐指向巷战。而美国所谓不对称武装台湾的思路，则暴露其把战场预设在台湾岛的险恶用心。较之此前美国历任总统的更多是以这种包裹式的大型的这样一个军售相比那么我们看到它实际上这个在内容上方向上是有一定调整。一方面是更加突出所谓的不对称的武装台湾的思维，那么另外一方面是把更多的聚焦，把这个大型的平台性的装备转向持续性的这种弹药补给、保养、维修。那么这种转向很大程度上也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于所谓拜登政府对华的一体化威慑，以及对台湾的这种所谓基于不对称思维的豪猪策略包括所谓的对台湾进行全民的武装，因为它需要持续的一个装备的和这个弹药的补给，包括人员的训练。长期以来，美国个别反华议员妄想为台独势力谋取国际空间，而民进党当局则借其鼓噪，甚至幕后串联推动。近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涉台恶法，妄图扭曲联大2758号决议。分析指出，这一闹剧虽然无法影响决议，但该法案一旦最终在美国通过生效，必然给中美关系及台海局势带来极大冲击。岛内有识之士也通过各种渠道抨击美国国会议员与民进党当局的勾连动作，并在2758号决议问题上正本清源，澄清谬误。7月26号，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公然挑战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无中生有，妄指联合国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联合国内中国唯一合法代表，但并未处理台湾与台湾人民在联合国或任何相关组织的所谓代表权问题，也没有在两岸关系上采取立场。法案要求美国在各国际组织中的代表通过意见的表达、投票及影响力，抵抗中国试图扭曲有关台湾的决议、文字、政策或程序的作为。我们看这个法案最核心的部分呢，它是直接想要去攻击一个中国国际一中原则的这样一个法理基础。那么它也是本质上想要去动摇、松动美国自己的一中原则的一中政策的一个核心的内涵，进而想要去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更进一步的，就有可能会在国际上进一步的去抛出所谓的台湾在联合国体系的法律地位的等等这样问题，或者说所谓的台湾的国际地位、国际的权利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事实上，从1952年的旧金山合约开始，部分美方人员以及别有用心的台独分子不断操作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从法理层面推动台独。然而，这一说法早已遭历史与现实驳斥。首先，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具有国际法依据。旧金山合约与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相冲突。这两份公认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法明定，战后台湾归属中国。其次，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符合国际法中的政府继承原则，政权更迭，但中国主权未变，国际法主体地位也未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完全享有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的领土主权。最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一法律地位得到世界各国认可。美国也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中强调，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有分析指，美议员此举终将沦为一场闹剧，因为对于联合国大会决议案的解释权，绝对不会是由美国或是任何一个单一国家所决定。若美国真的想要重新解释2758号决议，就必须在联合国大会提案讨论，并由全体会员国表决。我们知道，联大2758号决议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框架性的国际法律的文件，那么它与之前的包括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一并构成了确认一个中国原则、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法理事实的国际框架的一个规则体系。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再加上中国与182个建交国建交文本中所确认的一中原则，所以说这已经构成了
我们看到啊，这个国际一中原则4梁8柱，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法律的框架体系，同时也是建构起了2战后的国际秩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美众议院通过相关法案后，立刻挑动了一撮台独分子的敏感神经。台外事部门发言人刘永健第一时间附和，美国国会的举动极具意义，代表正式触及讨论台湾在联合国的法律地位。然而，除了民进党当局之外，台湾其他政党均对此无感。台湾民众党民代邱晨元表示，既然美国如此挺台，不如进一步增强双方的实质经贸关系。中国国民党民代陈以信强调，该法案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即使最终通过，也无法影响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那这个法案为什么你会说它不够严肃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宣示性。我宣示完了之后，反正不会拿到联合国去做任何的改变，那我就表达了立场，然后可以作为操弄说，哎呀，中国大陆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可以去操弄这个政治空间。仅此而已，所以我才说他对于台湾的国际空间不会有任何的帮助。戳这个议题，不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相反的，其实只是要制造反中更多的题材而已。也有岛内有识之士指出，未来两岸问题如何解决是两岸中国人的事，而美国现在不过是在玩弄台湾问题。战后的台湾在战后秩序里面，已经呢全世界呢所有的强权呢都认定，同时摆在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里面，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天呢看到有任何的这些美国这种的强权在玩弄台湾问题的时候，玩弄到这样地步的时候，这是民族的悲哀。可是民族的悲哀是一件事情，我们该讲的我们还是要讲2758号决议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至于中国的问题未来怎么处理，是两岸自己的事情。据悉，该法案最早于2021年4月由民进党当局勾连美国8名所谓的友台议员共同抛出，包括美国众议院所谓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康诺里、民主党籍众议员泰塔斯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匡希恒等。去年，康诺里等人正式向国会提出该法案，还一度被纳入美国众议院主推的所谓美国竞争法案，并于当年2月在众议院过关。不过，针对众议院美国竞争法案与参议院美国创新及竞争法案的分歧，两院进行协商后，推出去年8月生效的芯片和科学法案，未纳入所谓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但今年2月，该法案再被抛出。事实上，民进党当局与美国政客的勾连从未停止。随着近年来中美关系陷入紧张，台独团体认为有机可乘，加大向美国国会游说力度，企图推出所谓挺台法案。台湾中央社报道称，多年来美国一直推动台湾所谓有意义的国际参与，但最大阻碍是国际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美方因此另辟新战场，反复在联大2758号决议上大做文章，企图推翻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挑战联大决议的权威性、合法性，妄图为其挺台谬论背书。你觉得是民进党去游说的吗？当然啊，这有什么可？我其实不用问，我也知道这是谁运作的。谁？就基本上面是我们的驻美单位。美国国会里面的台湾连线是美国国会535席里面最大的联谊组织，台湾的所有的对美工作全部都在国会里面，因为行政部门你使不上什么力。马上呢8月份呢他们要放暑假了，美国的国会一定会有几批到台湾来逛一逛。走一走，吃吃喝嘛，皆是这个开心的事儿。该法案获美国众议院通过后，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审议。由于参议院由民主党掌控，该法案能否闯关成功还不得而知。但若该法案在国会两院均获通过，将递交总统拜登签署后生效。拜登会否签字也值得观察。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此前曾多次明确承诺不支持台独，美国国会反其道而行之，反映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政策矛盾，或是采取两面手法。这种做法无疑不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些所谓的反华挺台势力与岛内的台独势力相互勾连啊，并且是不断的推动这些涉台的冒险的议题。那么很显然，他们是想要去突破现在的一个体制框架。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它实际上是分层次的，有几个步骤。那么
最初在岛内的台独势力的公关之下，美国这方面的一个鼓噪的声音，更多来自于一些散见的、零星的一些议员，或者说一些表态性质的、炒作性质的决议案。那么到了这届国会，他们又把这个法案再度拿出来，并且我们看到这个法案现在已经是闯关了众议院，那也就表明着美国国会内部现在汇聚起了一个在这方面比较强的一个所谓的跨党派的共识，或者说政治动能。那么由此以来，它就有可能会对白宫的这样一个外交政策，那么就施加更大的一个压力。有分析指出，虽然该法案为美国国内法，无法影响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但若最终通过生效，必然给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局势带来极大冲击。当前，华盛顿急于修补美中关系，近期派多名高官访华，中美关系稍有缓和迹象，中方还在对美方听其言观其行阶段。美众议院就表决通过涉台恶法，中美关系的前景恐会更加严峻。正值中美关系现在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回暖的一个态势，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很显然，美国国内有一些政治势力是不乐见于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也不希望民主党政府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拿分，所以说他们是刻意的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在国会内部通过这样一个政治的，我们可以讲是突袭或者说是一个炒作来去给拜登政府扯后腿，进而也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的一个冲击，就有可能不管是我们看到在台海的小两岸，还是在这个太平洋的大两岸，都制造起更多的惊涛骇浪。好，稍后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新杰，孙先生你好。美国众议院口头表决通过了所谓的台湾团结法案，其中的核心内容是说，联合国2758号决议没有处理台湾的代表权问题。那对此您有什么观察？美国的议员们的确需要了解一点历史了。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的核心内容就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驱逐当时的国民党当局，这已经是一个定论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疑义。美国的一些议员的做法不过是在炒冷饭，把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的一些伎俩又拿出来了。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进行表决的不仅有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还有美国提出了所谓的双重代表权的提案。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以2/3的绝对多数通过，以至于美国等国的提案就不需要再进行表决了。这一细节表明，所谓的台湾地区在联合国或者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权的问题，就是一个伪命题。美国以国内法来挑战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案，只是部分反华议员进行政治操弄、谋求政治筹码的拙劣的表演。联合国2758号决议不仅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确认了二战期间大国所达成的中国收回台湾地区的共识，即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2758号决议不涉及所谓的双重代表权，也没有什么台湾地位未定论，是一国主权范围内代表权的变化。因此，美国的议员的行为其实就是要分裂中国的主权。这样的做法不为两岸人民所容忍。联合国2758号决议通过之际，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正在中国访问，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沟通和协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联合声明。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明确表示，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2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美国支持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最终的结果呢，就是2758号决议驱逐了台湾代表。换句话说，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问题与中美关系正常化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是非常清楚的，美国不可能改变联合国的决议。事实上呢，为了配合中美关系缓和，尼克松总统还要求美国国务院不要在联合国席位的问题上制造麻烦。所谓的双重代表权的做法，不过是美国想捞回一点颜面的做法。随着2758号决议的到来，美国也就没有机会在联合国席位的问题上制造风浪了。现在美国的议员们似乎找到了新大陆，他们的确需要100岁的基辛格给上课了。既然如此呢，为什么美国还要炒作这一话题呢？整体来说，这是美国打台湾牌的升级。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出台了所谓的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帮助台湾开拓所谓的国际空间。
这一次兄长打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的主意，挑起台湾地位未定的讨论，踩踏一个中国的底线和国际共识。美国打台湾牌已经到了毫无底线的程度，即便对于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来说，美国议员送出来的远不是什么大礼包，而是痛手的山芋。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朗普化的对台政策，那就是突破原有的一系列底线和共识，近乎零成本的制造遏制中国的筹码。无论所谓的台北法案，还是现在操作和操弄联合国2758号决议，都是如此。美国没有花费什么成本，只是进行政治操弄，在国会进行提案或者立法，就可以操纵两岸关系。表面来看呢，的确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但是这样的小聪明或者战术性的动作会造成战略性的成本和代价。第一，从中美关系缓和时期形成的关于台湾问题的一系列共识和默契被打破了。台湾问题关乎中国的主权，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呢，美国也接受了一个中国的事实。时至今日，美国政府还坚持说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不支持台独，但是美国国会议员的操作让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大打折扣，而现在动2758号决议则是挖掉了一个中国政策的根基，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是非常冒险的行为。第二，一个中国是历史也是现实，更是两岸人民的共识。反分裂国家法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美国议员的行为不是帮助台湾，而是将台湾推向火坑。所以我们看到岛内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美国议员的险恶用心。美国到底是在帮助台湾，还是在毁掉台湾？我想，美国国会的这一举动已经暴露了他们真实的意图。同时也要看到，美国将台湾作为一枚棋子，不仅要向台湾兜售武器，抽吸台湾的支柱产业，而且可能随时会牺牲和放弃台湾这枚棋子。好，谢谢孙兴觉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民进党主席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候选人赖清德近来连连翻车，先是走入白宫的言论引发美方疑虑，之后又投书美国《华尔街日报》高谈所谓4大支柱，引起岛内各界一片挞伐之声。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中国国民党智囊赵春山就认为，赖清德的口不择言充分暴露其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质。这样的人一旦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必然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对于2024岛内选举，赵春山也有自己的观察。直播港澳台特别策划《台海风云录》继续带来对赵春山的专访。别经济财经对话29号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多项共识。法国财长勒梅尔3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国希望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中企在欧洲投资是好事。他还强调反对有些国家与中国脱钩的幻想。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多次表示，欧洲应坚持战略自主，不应掉入脱钩断链的陷阱。那么，此次对话中法达成了哪些重要合作项目？法国坚持战略自主，不做美国的追随者，如何影响中欧关系？来看报道。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法国经济、财政及工业、数字主权部部长勒梅尔29号在北京共同主持第9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何立峰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经贸关系显示出巨大韧性和良好发展态势。中方愿与法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与多边事务协调，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勒梅尔表示，法方愿与中方加强经济财经领域合作，推动法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本次对话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共达成22条57项合作成果。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中法达成的多项共识涉及“一带一路”、气候变化、5G 通信、航空航天等领域。法方将派高级代表出席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双方将与各方携手支持阿联酋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在数字经济领域，包括在5G 方面，法方承诺在两国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法律法规基础上，继续以公平、非歧视方式处理中国企业的授权许可申请。双方愿在中法两国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协定框架下，开展民用核能领域务实合作。中方欢迎法方参与嫦娥7号和8号等月球探测项目，以及天问2号等行星探测任务。
中法这个高级别的经济财经对话，应该说是成果累累。应该尤其是这一次的财经对话，成果非常非常多，涉及各个方面，还有一些新的领域里，特别是在航天领域里边的这些进展，应该说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在这种航天比较敏感的领域里边，中法可以达成协议，可以达成合作。未来中国也邀请法国更多的参与中国的航天计划，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在世界上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典范，证明这个西方人想从技术上，从这个科学技术上来孤立中国，法国是不同意的。中法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机制成立于2013年，是中法两国就经济财经领域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协调的重要平台。法国作为中国在欧盟第3大贸易伙伴、第3大实际投资来源国和第2大技术引进国，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力量之一。根据中法工商协会统计，目前约有2100家法国企业在华投资。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法国实际对华投资实现了同比429.7%的高速增长。勒梅尔此次访华，希望能说服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到法国投资。勒梅尔在此次对话中表示，法国欢迎中国投资者，特别是在电动汽车、电池和能源转型领域。法国财政部此前宣布，勒梅尔将于31号前往深圳会见包括比亚迪在内的中国企业负责人，向其推介法国竞争优势，及希望比亚迪在法国建厂。法国媒体报道提到，目前比亚迪和特斯拉都正在考虑在欧洲建设新工厂，而目前比亚迪多款车已经登陆欧洲市场。像美国不愿意让中国对美国投资一样，有一些这个欧洲的政治家也不愿意中国对欧洲投资，而且他们对中国对欧洲投资戒心重重，生怕中国的投资偷了他们的技术啊，或者占了他们的便宜啊等等。而这一次呢，勒梅尔的态度转变，实际上说明，可能在现实面前，欧洲人对对中国对欧投资的态度产生了一些比较积极的变化，欧洲人变得更加现实了，因为确确实实在这种电动车，在这种电池技术等等这些领域，中国人现在明显的在世界上领先了。对于此次勒梅尔访华，法国媒体给予极高的关注度。法国论坛报报道称，勒梅尔访问中国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进行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3个月后，以及距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访法不到1个月，法国和德国被普遍视为欧洲经济的双引擎，一定程度影响着欧洲对华关系走向。据法国媒体报道，何立峰在此次对话中表示，中国希望法国能够稳定中欧关系的友好合作基调。实际上，面对欧洲内部出现的与中国脱钩断链的杂音，法国一直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勒梅尔30号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法中经济关系等话题做出一系列表态。他表示，法国希望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中企在欧洲投资是好事，中美欧3方间不存在脱钩可能性。勒梅尔认为法国走在正确道路上，并补充说，他反对有些国家与中国脱钩的幻想。事实上，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访华时就明确表示，中欧应共同努力，不掉入脱钩断链的陷阱。马克龙之后也多次表示，欧洲不能成为美国的追随者，必须选择自己的伙伴，决定自己的命运。6月23号，马克龙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再次强调了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性。马克龙说，一个更加自主的欧洲和欧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全球秩序，甚至对美国也有帮助。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6月7号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将中国视为战略和全球伙伴的政策立场大体上符合欧洲民意，即欧洲民众更多地将中国视为他们国家和整个欧洲的必要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随着默克尔总理从这个政坛上退出之后，好像现在的德国政府呢，也比较乱，因为它是个联合政府，所以呢，德国在欧盟中间起的作用在下降，而法国在欧盟中间的作用在上升。因此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法国如果要真心跟中国合作的话，它应该可以在欧盟层面上起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更能够进一步的去提出一些倡议吧，来
这个改善现在中欧的关系，因为现在中欧的关系是有一些紧张，而这个美国人在里面起到了很多不好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原本风平浪静的南太平洋，近来竞相成为欧美领导人和高官的访问热点。当中除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还包括24号至28号先后访问3个南太岛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马克龙办公室特别强调，此次南太之行并不是为了在南太抗衡中国，而是为了鼓励区域内国家在北京和华盛顿之外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分析指出，马克龙此行与美国对南太地区的布局有所不同。法国更强调在历史基础上自然地处理与地区国家的关系，而非效仿美国通过制造印太概念来抗衡中国。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被视为法国坚持战略自主的延伸。像法国来讲呢，它其实访问南太更多的是一种国内政策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那么前不久，那么它的这个海外领地刚进行了一次公投，是否脱离法国的公投当然呢，最后选择不脱离法国。所以我觉得，对于不同国家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行为，应当分开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美韩两国空军、海军近期分别在韩举行联合空中和反潜演习，美日近期军事联系也在持续强化。在美日韩合作升级的背景下，美国总统拜登下月将在度假地戴维营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这是拜登上任以来首次有外国领导人访问戴维营，也将是美日韩领导人首次在国际会议以外的场合单独举行3边会谈，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来看报道。据韩国空军28号发布的消息，韩美两军从24号至28号在韩实施代号为“双鹰”的联合空中演习。两国空军分别派出 F-35A 和 F-16战机等共10架飞机参演。双鹰演习始于1997年，是韩美战斗飞行员相互间激励部署并交流空中作战战术、培养联合战斗力的营级演习。据韩联社报道，演习期间，韩美两军在半岛西部海域的海上射击场投入联合制导攻击武器，实施实弹射击训练，增强精确打击能力。这是韩军的 F-35A 战机首次参加该演习。韩国海军29号则同美国核潜艇在济州以南海域举行了防范朝鲜水下渗透的联合反潜作战演习。韩国的利古里尔号驱逐舰、李舜臣号潜艇和美国的安娜波利斯号攻击核潜艇参加了演习。韩国海军称，此次联演侧重于熟练掌握探测、识别、跟踪朝鲜潜艇的作战程序，旨在提升韩美海军反制朝鲜潜艇的能力。另据美媒26号报道，由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主导的机动卫士2023多国联合演习，近日秘密测试了由运输机使用驯龙武器系统从空中发射巡航导弹。据介绍，驯龙系统属于托盘弹药武器系统，搭载于运输机升空后，首先通过运输机舱门空投而下，随即释放降落伞开始稳定下降，并在此过程中逐一发射远程巡航导弹，对数千公里外的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美军的 C-17和 C-130运输机不需要经过复杂改造，就可以直接投入战斗第一线。据报道，日本目前也正在考虑引进驯龙系统，使其装备的美制 C-130和国产 C-2运输机具备空中发射远程巡航导弹的能力。报道援引美军方人士的话称，一旦该系统在美国盟友中得以广泛共享，将构成更强大的威慑力，使对手的空中防御变得更加复杂。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一直推动美日韩3边关系作为印太战略的主要着力点，加大了对韩国尹锡悦政府的拉拢，力促日韩缓和紧张关系。美日韩3边军事演习也在中断多年后得以重启，涉及反潜、反导、两栖作战等实战性科目。本月16号，3国在日本海举行海上联合反导演习，这也是尹锡悦政府成立以来举行的第4次同类演习。在此背景下，日韩军事合作也由冷转暖，双方部队开始大频度参加多国联合军事演习。本月25号，在参与由美澳主导的护身军刀2023演习期间，日韩两军首次在澳大利亚领土上进行了联合导弹发射演习。在美日韩合作整体升级的背景下，当地时间28号，美国白宫宣布，总统拜登将于下月18号在华盛顿近郊的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称，这是拜登上任以来首次有外国领导人访问戴维营，也是自2015年时任总统奥巴马以来的首次，将成为拜登拉近美国与其亚洲主要盟友关系的又一契机。公开资料显示，戴维营位于马里兰州卡托克廷群山公园，距离首都华盛顿约1小时车程。原为美国海军设施，1942年成为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疗养地。从那以后，历任美国总统经常在此度假，与外国领导人会晤。戴维营也见证了诸多历史性谈判与和平条约的诞生。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在这里见面。1959年冷战正酣之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这里接待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2000年，克林顿总统在这里主持了巴以双方领导人之间的若干会面，试图达成和平协议。2012年，奥巴马总统在这里主持了8国集团领导人会议。2021年8月，时任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曾表示，拜登总统喜欢戴维营。有分析指出，拜登选择在度假地戴维营接待日韩领导人，使三方得以在相对轻松的氛围下讨论议题，更凸显出对这2个盟友的拉拢姿态。白宫声明称，美日韩峰会上，3国领导人将庆祝三边关系翻开新篇章，重申他们之间牢固的友谊纽带，以及美日美韩之间坚不可摧的同盟关系。日本共同社援引多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会谈将确认美国强化对日韩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谴责朝鲜的相关军事活动，强调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必要性。此外，会谈可能还将讨论加强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如半导体等重要物资供应链以及俄乌冲突问题等。近年来，美日韩多次举行领导人会晤。据悉，正是在今年5月的日本广岛7国集团会议期间，拜登向岸田文雄和尹锡悦提议在美国举行3国领导人会谈。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即将于戴维营举行会谈，也将是美日韩在国际多边场合以外首次专门举行的3国领导人会谈。有观察指，美国在日韩和解及美日韩合作升级中扮演着重要的推手角色。拜登政府将印太地区锚定为中美战略博弈的核心场域，东北亚地区更是其围堵中国的前沿阵地。为此，美国重视整合盟办力量，热衷于在中国周边织密恶化小多边网络。因此，日益看重日韩2大盟友的地缘战略价值，极力撮合日韩破冰，给日韩发展军力松绑，以更大力度和决心打造美日韩铁三角，使日韩在扼压朝鲜、牵制中俄上发挥协同效应。美日韩合作升级给亚太地区战略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值得域内国家高度警惕。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它的目标根本不是在朝鲜半岛，美国它拉拢了日本跟韩国，就是要面对中国的这种崛起，实际上是要给中国造成更大的压力。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也是要有这种警惕，怎么样在面对美国的这种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威胁的时候，如何的去安抚日本跟韩国，能够创造一个共存这种大环境。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拜登总统8月份将和韩日领导人举行戴维营峰会，白宫说将翻开3边关系新篇章。那您认为美日韩关系将如何进化呢？主持人好，美国总统拜登呢把美日韩会晤选择在戴维营，意味着美日韩的关系将升级，将会更加密切。因为呢，美国往往把重大的外交关系改善选择在戴维营谈判，比如说呢，1959年美苏领导人戴维营会议，1978年美国、埃及、以色列这个戴维营会谈，最后呢谈出的是中东和平纲要。那么这次美日韩峰会也将强化和改善美日韩的合作关系，对东北亚及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就像白宫所预言的，美日韩3边关系呢将翻开新篇章，更加强化友谊纽带，扩大在印太地区内外的合作力度。也就是说呢，通过戴维营会谈，美国要把日韩全面的纳入所谓的印太战略中，并且呢让美日韩成为印太战略支柱。美日韩的合作不仅包括军事和安全，也将包括经贸和科技上的更紧密合作，
在战略和外交上的更密切互动，要把1年来三方关系取得的成果巩固下来。韩国总统尹锡悦上台以后美日韩之间的关系呢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最突出的有4个方面：一是日韩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两国之间呢不再有2战历史问题的纠葛，两国呢在技术和市场上以合作替代竞争。在对华关系上，两国呢也不再明争暗斗，而是与美国、荷兰一道对华限制芯片和技术出口，不惜埋汰自己的市场。二是韩国对朝鲜的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再谋求南北兄弟之间的和解，而是呢借助美国势力要与朝鲜呢硬碰硬，甚至呢有自我研发这个核武器的冲动。三是呢在乌克兰危机上，这个日韩均和美国站在一起，对乌克兰提供非杀伤性的军备援助，提供经济援助。四呢是亚太安全和发展问题上，美日韩呢站在一起，这个日韩不怎么顾及中俄及亚太其他国家的立场，甚至呢想把北约势力引扩到这个亚太地区。8月份的戴维营举行的美日韩领导人峰会三国呢将把已经取得的共识和相关的机制整合起来，以发表三国合作这个联合声明的方式加以巩固，成为今后行动的指南。那么可以预见戴维营会议将聚焦4个问题：一呢是三国将密切的合作，通过对朝延伸威慑来遏制朝鲜的核岛活动，继续围堵朝鲜，而不是谈判；二是继续支持和援助乌克兰，与俄罗斯针锋相对；三呢是以经济安全为由，在经贸上遏制中国，不许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产品和技术，并且呢在台湾问题上这个3方面呢加强联动；四呢是把美日韩三边关系作为印太战略的主要着力点，使得印太战略不再是美国的战略，而是美日韩三国共同的战略，进而分化这个印太地区，让区域内的国家呢在中国和美日韩之间选边站，加剧阵营对抗的风险。美日韩加强合作对中国和亚太地区会带来怎样的威胁和风险呢？这是一个好问题。美日韩加强合作是全面的合作，而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和安全。根据现在透露的信息，美日韩戴维营峰会讨论的问题呢，涉华的主要有2个。一呢是美日韩三国要把印太战略作为主要着力点，也就是成为三国共同的战略。而印太战略呢，就是旨在遏制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延展力、科技创新等都是挑战。这其中呢，还包括台湾问题。美国鼓吹要协防台湾，对台加大提供军援和军火出售。日本呢则声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很有干预台海事务的冲动。就连一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韩国尹锡悦政府也有点蠢蠢欲动，居然呢妄称台湾问题不单是这个两岸之间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那么在今年5月份7国集团广岛峰会上，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呢就举行了会晤，商讨对抗中国的联合阵线，应对中国的所谓经济胁迫和武力攻台。此后呢，美日韩国安高官举行3边会议，也频繁地谈及涉华议题。那么这呢就意味着美日韩加强全面合作，对中国和平发展和解决台湾问题带来不小的障碍。另一个涉华议题呢，则是加强经济安全来反制中国。这呢是美日韩合作的最新动向。以前呢多谈安全不谈经济，现在呢再要把经济安全放在重要的位置，并且在半导体产业和技术上呢已经形成了对华出口限制。这呢是在排斥中国，试图在经贸上与中国脱钩断链。2022年呢，美国经济总量是25.47万亿美元，中国呢是18万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是美国的70%。但是呢，要是把美日韩的经济总量加在一起，则是32.13万亿美元。那么中国经济总量呢，就占美日韩总量的56%。按照美国外交中的60%定律，也就是一个国家经济总量达到了美国的60%以后，美国呢视其为对手，千方百计的打压。但是美日韩联合起来，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呢，似乎就降低了对美国的威胁。所以说我们要密切关注美日韩在经济上的合作，看对中国经济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美日韩呢在经济上的密切合作，也会迫使亚太国家在经济上选边站，在中国和美日韩之间选边，这对全球化、地区融合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发展
都将带来风险。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